今天我們要聊的這個話題，真的，我光是看着文字稿，隔着屏幕都感覺到了一股難以言喻的味道。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如廁的問題，這簡直是一場發生在2025年現代文明社會的視覺恐怖襲擊。大家試想一下，如果你现在身處北京故宮，在太和殿旁邊的紅牆根下，看到有人脫了褲子，當着成百上千遊客的面蹲下來開大，你會是什麼反應？這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，對不对？但在上周，在韓國首爾最核心、最神聖、地位等同於故宮的景福宮，這件讓人三觀盡碎的事情，它真的發生了。一男一女，一位中國籍遊客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韓國國寶級文物的石牆根下公然排泄。這一拉，不僅拉髒了別人的古蹟，更是把某種臉面直接丟到了太平洋彼岸。這件事在韓國網絡上引發的爆炸級反應，比核彈還恐怖。韓國網民的憤怒值已經突破天際，甚至法律界人士都跳出來喊話：這如果是發生在中國，你們會容忍嗎？而且這還不是孤立。就在幾天前的濟州島，另一起涉及中國遊客的隨地便尿事件剛剛刷屏。從首爾到濟州島，這種走到哪拉到哪的行為藝術，正在把整個群體的形象推向深淵。今天我們就來一場硬核復盤。我們不搞情緒輸出，我們只講事實，順便剖析一下這種令人窒息的操作背後，到底是素質的淪喪，還是認知的缺陷。繫好安全帶，戴好防毒面具，我們發車。事情發生在11月10日中午时分，陽光明媚，正是旅遊的黃金時間。地點：首爾景福宮。這地方對韓國意味着什麼？它是朝鮮王朝的法宮，幾百年的歷史沉澱，每天這裡都擠滿了穿着韓服拍照的各國小姐姐，可以說這裡是韓國的臉面。具體的作案現場是在景福宮的北門神武門 Sinmunman。各位，這個位置非常敏感，為什麼？因為神武門正對着哪裡？正對着以前的韓國總統府青瓦台。也就是說，這地方不僅是文物保護區，在幾年前甚至還是最高級別的政治警備區。這裡的攝像頭密度可能比你家小區裡的蚊子還多。就在這樣一個莊嚴、肅穆，甚至帶着點政治敏感度的地方，一隊中國旅行團正在參觀。突然，一名路過的目擊者，我們称之為 A 先生，看到了讓他終身難忘的一幕。他向韓國 JTBC 電視台的王牌節目《事件班長》爆料，並提供了現場照片。照片裡有什麼？照片顯示，在古老的石牆根下，草叢邊，一名中年男子正以一種極其標準的亞洲蹲姿勢蹲在那裡，他的手裡拿着這一幕最諷刺的道具——衛生紙。是的，他正在進行那種最原始的生理排泄活动。而在他旁邊，更令人震驚的是，還有一名身穿白色褲子的女子，也用同樣的姿勢蹲着。各位，重點來了。目擊者描述了一个讓人反胃的細節：當這名白褲子女子站起來離開時，她的褲子後方赫然留下了一塊不明污漬。我不說，大家也知道那是什麼。隨後，那名男子也提上褲子，若無其事地從草叢中站了起來。當時現場有多少人？據目擊者稱，周圍有幾十名同一個旅行團的遊客，這麼多人竟然沒有人去制止。大家是見怪不怪了，還是因為是自己人就選擇了視而不見？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荒誕劇，幾百年前的古牆，身着現代服飾的遊客卻在進行着最原始的，仿佛還沒進化完全的行為。事發當時，正在巡邏的韓國警察發現了這一異樣，立刻上前制止。但問題是已經拉了，臉已經丟了，照片已經被拍下來了。如果這只是一起孤立事件，我們或許還能用個人極端案例來洗地。但可怕的是，這種事最近像是會傳染一樣。讓我們把時間線稍微往前撥一點點，把視線從首爾轉移到韓國的度假天堂濟州島。
中央日報報道了一起發生在濟州島著名自然景區龍頭海岸的事件。龍頭海岸是什麼地方？那是數百萬年地質運動形成的奇觀，海浪拍打着岩石，風景絕美。就在10月7日，一位韓國網民發帖稱，他在那裡看到了讓他驚掉下巴的一幕。一位帶着孩子的女性遊客，據現場導遊指認為中國遊客居然抱着孩子蹲在岸邊的一塊大石頭上，直接讓孩子對着大海和岩石大便。這還不是最絕的，最絕的是後續處理。正常人如果孩子實在忍不住，雖然景区旁邊就有廁所，拉了也就拉了，你至少得清理乾淨帶走吧。不，這位母親展示了一套行雲流水的毀屍滅跡操作。她拿出濕紙巾給孩子擦拭乾淨，然後注意聽，她直接把那張沾滿排泄物的濕紙巾瀟灑地扔進了海裡。至於石頭上的糞便，留在那兒當作給大自然的饋贈。目擊者當時就崩溃了，他在帖子裡寫道：“我真的驚呆了。”更讓他無法理解的是，隨後這名女子的丈夫和兒子走了過來，一家人若無其事，仿佛剛才發生的一切只是在欣賞風景。旁邊站着的導遊也沒有上前阻止。當目擊者去詢問導遊這群人是哪裡來的時，導遊含糊其辭，暗示是來自中國的遊客。這名韓國網友在帖子裡說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話：“我一直嘗試不要對中國遊客有先入為主的偏見，我也知道哪裡都有好人壞人，但在這一刻真的很難不產生偏見。”這句話殺傷力太大了。偏見是怎麼形成的？偏見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偏見就是由這一次次隨地大小便，一次次高聲喧嘩，一次次插隊累積起來的混凝土高牆。這2起事件接連曝光，韓國互聯網直接炸了。大家可以去看看韓國 Naver 或者是 YouTube 相關新聞底下的評論，那真的叫群情激憤。憤怒的點主要集中在2個方面，第一是對文化遺產的褻瀆，第二是對主權國家基本的尊重缺失。韓國的一位律師在接受採訪時說了一段非常有邏輯的批評。他說，景福宮附近明明設有極其完善的公共洗手間，指示牌都有中文，遊客理應知道石牆是重要的歷史遺跡。我真的不明白，為什麼非要選擇在牆根下排泄？然後他拋出了一個靈魂拷問：如果我們在中國的長城腳下，或者在故宮的紅牆邊做同樣的事，中國人民會容忍嗎？中國警察會放過我們嗎？這就是換位思考的力量。我們將心比心，如果一個韓國遊客在紫禁城太和殿門口拉了一坨屎，我相信那條新聞的熱搜能掛3天3夜，那個韓國人可能會被網報道懷疑人生。既然我們自己不能容忍，為什麼到了別人的地盤就覺得無所謂了呢？另一位律師梁志烈 Yang Geo 說得更狠，作為游客，不論你是跟團還是自由行，基本的入鄉隨俗是最起碼的禮儀。這不僅僅是法律問題，這是一個人作為現代人的底線。在法律層面，這種行為在韓國也是要吃官司的。景福宮周邊屬於公共場所及文化遺產保護區，根據韓國法律，這種行為涉嫌違反輕罪處罰法，隨地便尿屬於輕罪。文化遺產保護法，如果在文物本體上排泄導致污損，性質就變了，可能涉嫌損毀文物。雖然目前韓國警方還沒有正式通報會對這2位具體的處罰措施，因為涉及取證和外交等複雜因素，但輿論的法庭已經宣判了他們有罪。韓國網民的留言更是不留情面，真不是人，應該查明身份，永久禁止入境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控制遊客質量的原因。這一字一句雖然刺耳，但我們真的有底氣反駁嗎？說到這裡，我們必須得聊聊深層次的問題了。為什麼？為什麼在物質生活已經如此豐富的今天，在大家都買得起機票出國旅遊的今天，這種極度前現代的行為依然屢禁不絕？一、破窗效應與匿名心理。心理學上有個破窗效應，在陌生環境裡，
特別是在國外，很多人會有一種匿名心理，沒人認識我，我只是個過客，拉完我就走，你能把我怎麼樣？這種心理一旦作祟，道德約束力就會直線下降。他們在國內可能也是體面人，也是單位裡的好員工，但一出國，脫離了熟人社會，心中的那個野獸就被釋放出來了。二、旅遊團的放羊式管理。這類事件多發生在團體遊客中。很多低價旅行團，導遊只負責帶路購物，根本不負責文明宣導，甚至為了趕行程，不僅不提醒廁所位置，反而催促遊客。但這能成為隨地大小便的理由嗎？當然不能，但這確實是一個催化劑。三、花了錢就是大爺的扭曲心態。還有一種極度扭曲的心態，我來你們國家旅遊是給你們送錢来了，我是金主爸爸，我在地上拉點屎怎麼了？你們掃一下不就行了？我是消費者。這種把消費等同於特權的巨嬰心態，是導致各種不文明行為的根源。四、對公共空間認知的缺失。在很多人的潛意識裡，只有我家是需要保持乾淨的，而外面是無所謂的。公共空間在他們眼裡不是大家的空間，而是沒人管的空間。這種公德心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能填補的，它需要幾代人的教育和法律的嚴懲。視頻的最後，我想說點心裡話。每一次看到這種新聞，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，因為我知道絕大多數中國遊客，絕大多數在看視頻的你們，出國旅遊都是文明的、禮貌的，尊重當地文化的。我們小心翼翼地維護着形象，我們輕聲細語，我們遵守規則。但是，只要出現這一對隨地大便的男女，只要出現這一個把屎扔進海裡的母親，媒體的聚光燈就會打在他們身上，然後把標籤貼在所有中國人身上。這就叫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。你做了100件好事建立起來的形象，可能抵不過這一坨排泄物帶來的衝擊力。這不僅僅是那2個人的恥辱，這是所有在海外遵紀守法的同胞們共同背負的負資產。所以，各位，下一次出國或者看到身邊的人有不文明的行為，請不要沉默，因為他們的行為正在透支你的尊嚴。文明不是看你穿什麼牌子的衣服，也不是看你背什麼名牌的包，而是看你在沒人認識你的牆角會不會脫下褲子。關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